大家好，我是耀阳。大家好，我是纳兰。听说大家要阳了，我们呢其实早已阳过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个事儿。说我们看到我们国内很多的周围的朋友，很多的人都得了新冠。直到今天我才跳出来跟大家说，其实我跟纳兰早就得过了。对，我其实在去年刚刚从国内出到国外，到巴基斯坦、到埃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得了新冠了。那个时候还是最严重的时候，德尔塔，是最严重的时候，一直没跟大家说，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怕大家担心，也不想占用公共资源专门说这个事儿。其实，在去年的时候，真的很危险，也很艰难。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就跟耀阳说：“我说要不然我们不拍了，我们回来，就是身体重要。”我当时在埃及啊，我当时就觉得身体非常的不舒服，连续发烧3天，高烧不退。朋友说带你去医院看一眼，我说应该没事儿。他说去医院看一眼，别万一出问题。埃及人在当时是非常怕这个阳性的，对，几乎是谈阳色变，就跟咱们国内一样。因为当时传说得了这个病，基本上这个死亡率是极大的，而且在埃及医治这个病非常贵，一个普通的快筛要400，验一个血1600，完了，如果你同时做这个和血2400，那一个套餐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坐飞机离开这个国家，是必须要验血那个套餐的2400。在那1个礼拜，我光做核酸检测就花了将近1万人民币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记得你说还不能让酒店的人知道，因为如果你被酒店人知道你阳了，他就不把你轰出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几乎所有的酒店都不能够接受说你是阳性的，也就是你没地儿住了，你只能隐瞒。但一旦被发现，他要连坐。所以接待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让人知道你阳性了。当时我是走不了了，我走不掉了，因为我下一站目的地想去博茨瓦纳。虽然可能大家从视频里看到了我去了埃塞俄比亚，但是实际上我要去的是博茨瓦纳。当时在酒店里，我是不能去医院的，我一旦被去到医院里，他们就会把我隔离了，就会把我拿到更危险的地方，就像类似咱们方舱医院这种地方，而且费用你全部自理，这个费用是非常之昂贵的。那说到这儿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既然又不能看医生，然后呢，你只能自己扛着，你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跟大家分享的？因为你得的比较早，而且当时是比较严重。那个病当时是所有的症状全有，发烧、打冷战、浑身肌肉痛、嗓子说不了话，非常的疼，而且持续时间非常的长，而且夜里几乎是不能睡觉。一到夜里，他的病就会很重，一到白天就会轻一点，病大概都是这样的。而病最重的还不是前3天，是大概第4天、第5天开始有呼吸不过来啊，就是现在奥密克戎都没有这种症状了，但是当时德尔塔有呼吸不过来。当时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可能扛不过去这关了，我就在跟他说，试图缓解他的情绪。我就会给他把银行卡密码啊，把账号密码啊，把家里的金银细软，我就给他报备一下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咱们能不能不干？咱不干了，咱们什么自媒体什么都不干，咱们回来行吗？我说我也想回去，我也不干了，但我现在回不去。而且我觉得你也来不了。这个当时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时期，就是你自己生生的扛。我只有一个人，没有任何朋友，没有任何中国人跟我，而且不敢跟任何人说，我也不敢走出这个酒店。我记得当时是斋月，也吃不上饭，白天也没有饭吃，等于是饿着一直扛到晚上6、7点钟，才可能有人给送饭，因为你在酒店能订餐嘛，他不知道你什么路子嘛。然后，而纳兰呢，他当时跟我说，如果你扛不过去，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，你说这个我就感觉很那个什么。他说他飞过来陪我走完最后的路，就当时无论是病症，还是大家的传言，还是当时的社会背景，还是那种紧张程度，就是你只要得了，离死亡就非常的近。而且当时的症状给我感觉也是非常的近。每天那时候还在剪辑，我当时其实剪辑了一个视频，我也没有发，是一个全程记录我新冠带有遗言的视频，真的。就是说我如果真的是不行了，最后就
发一这个，咱们也就结束了。当时你那个确实比较严重，你当时是几天以后有？我是其实啊，是前3天我还去了撒哈拉大沙漠。这个撒哈拉和我们现在去的不一样啊。这个撒哈拉呢是一个就是埃及的撒哈拉，黑白沙漠的那种。我当时也没有车嘛，完了就是找了当地朋友开着车带我去的，去单程要8、9个小时。到了那儿啊，我做了一期视频，就是他那个沙漠绿洲酒店就在那儿就开始不行了。等于是我在那儿有3天的拍摄行程，该拍我还是去扛着。前3天症状不是特别重，就是感冒、打喷嚏、流鼻涕、有痰，仅此而已。发烧呢，我觉得还能在可控范围以内。回来就不行。3天以后，3天以后就不行。反而跟大家说的不一样，说往后弱，我没有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奥密克戎比之前德尔塔要轻多了，症状也轻多了，肌肉痛。甚至有的人肌肉都不痛，就是咳嗽，甚至有人只有嗓子疼，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。多喝水，能有莲花清瘟的咱们吃上，能不得咱就不得。还是好早点休息，对，多休息，多喝水。我觉得咱们正常人的体质一般都没问题。其实纳兰也没跑了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我认识的啊，在这段疫情期间出国的，几乎全得了。我当时是我们刚到俄罗斯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那个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。就我们去拍视频，然后有一个我们视频里面拍过的一个人，然后我们一起吃饭。那大哥呢，我们一块吃饺子，他带着他媳妇儿，完了呢，我们带着安娜我们在一块其乐融融吃饺子，吃完饺子我们打车回去，说他跟我说，聊天，我说你干嘛呢？对，休息呢。我们说，你怎么不上班？我说你怎么不上？对，你怎么不上班啊？他说啊，这个公司给我放假了，说放7天假，好像是。我说为什么这时候给你放假？他说因为我新冠了。他新冠了。我说新冠了，给你放7天假。等会我问一下，今天是第几天？他说今天第3天。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。完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小子新冠了啊，他跟没事人一样。他还在这说啊，我休息了，公司给我放假了。我休息3天了。你休息3天了，还阳性，你就跟我们吃饭来了，完了。当时确实，我说我倒没什么，因为我得过，我觉得我抵抗力还行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没问题。结果没跑了，2天以后我就阳了，而且特别逗的就是什么呢？特别逗的就是，其实那段时间俄罗斯真的满街全是，他们不管的。人家说，怕新冠，我们不是战斗民族，这是人家原话说，我不是战斗民族。新冠了以后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新冠，因为和他之前新冠的那个症状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俄罗斯本身天气就特别冷嘛，我有一天我就发现我全身肌肉痛，我好像没有发烧，我没有发烧。然后我咳嗽呢，也是那种间歇性的咳，然后咳的也不是很厉害，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咳。最巧的是什么？最巧的是我们马上要离开俄罗斯去阿富汗，要前往阿富汗了。然后这块牛了啊！看着啊，我们后天的飞机，一般咱们都是今天做核酸，明天拿那个核酸的证明，后天上飞机。对，结果这一天一做，我阴性，任老姐阳性，我阳性，完了我们的票不能退。然后我一看，完了，他阳性，然后呢，马上这个朋友就说，明天再做一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他已经早就不咳嗽了，这个阳性过一段时间它会转阴的，会不会就在最后一天转阴？真的就是在最后临上飞机之前，我们又做了一次阴性。其实，在我们的旅途中啊，除了会伴随着这种疾病的危险，其实还会有其他的风险。去年我也来了非洲，我对这个非洲的部落文化非常的感兴趣，所以我一直想拍部落文化。但是呢，刚才我说到了，从埃及我去了哪儿了？去了博茨瓦纳了。在博茨瓦纳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，叫奥卡万格三角洲。这个视频我没发过，在里边是动物的天堂，几乎没有人类。但是有动物的地方，它就会有其他的疾病，比如疟疾。博茨瓦纳拍摄完了以后，我就来到埃塞俄比亚。在埃塞俄比亚拍摄第7个部落的同时，出现问题了，我就发烧。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就觉得你是不是新冠了？因为当时你觉得，你发烧，你可能就会罐儿，是吧？我特想告诉他，我罐儿过，我知道是什么症状。我说这绝不是新冠，所以当时在第一时间发烧的时候就没有误诊，第一时间我说这肯定不是新冠。他说你确定不是新冠？那我们马上去诊所，我们要查一下你是不是有
疟疾。当时说新冠潜伏期7到15天，而疟疾的潜伏期也差不多是7到15天，是往前倒15天。我刚好在奥卡龙的30周，我觉得有可能。结果一测果然是疟疾，进行了临时打针的处理，拉了到了这个大型的医院，而且你还不是普通的疟疾。到了大型医院一做筛查，一共4种疟疾，最严重的一种是脑疟。特别的巧，我在博茨瓦纳的这个朋友，就是那个白人 Dan， 他的女儿就是得脑疟去世的，17岁，脑疟死亡率高达40%，10个里有4个得了这个病去世了。所以当时你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特别的震惊，我觉得这个死亡率太高了，这比新冠的死亡率还要高。但是我并没有害怕，因为我感觉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在埃及已经死完了。第2次再跟他说的时候，我就不会把这个东西特别严重的东西我再跟他说，我也不想吓唬他了，所以我就说，我说他是有死亡率的，但我没跟他说多少。当我确认是脑疟的时候，我跟他会说，我说我确认了是脑疟，但我觉得我应该能扛过去。我开了5个疫苗，人说你发现的真早，这个疟疾的是有成虫的，有虫的，有虫卵的在脑子里，这东西一旦它长大了，它吃你的脑子，你的血管就爆了，你就没治了。但是现在它还是一个卵的状态，他觉得没问题，能杀死。所以当时我就跟杨洋讲，我说你一定不能离开非洲，因为疟疾这个东西，你离开非洲以后，它没有相对应的疫苗，你必须在非洲把你所有的疟疾这个全部杀死。有，但就怕不对症。对，就怕不对症，必须得在这个疟区本地找这个药来杀死疟原虫。哪怕是你去的那种特别小的诊所，可能就1个人给你打针，但是真的啊，你还真说对了，就1个人打针，这真还得问我。你每次找的都是他？不是，我走一个地儿换一个，走一个地儿。第一个找他测的时候就1个人，他既是大夫，也是前台接待，也是这手术师，什么全都是他。然后他问我，你打针要这个新的针头还是要2手的？我说还有2手的针头。他说对，2手的针头是免费的。那不行，新的针头呢加2块钱人民币。我说行，你这儿有几个新针头？他说一共还有6个。我说6个我全包了，我带走，我怕下一个地儿没有针头。大家知道，非洲的艾滋病传播率非常的高，别人用我的针头我们再用，非常的危险。那不是100%吗？所以你确定你看着他给你用的是新的？它是一袋丝的。没问题，而且针头是我们中国制造的，我非常相信我们中国制造，什么企业中国制造什么。那他还好问了你一下，如果他不问你，他直接自作主张给你打2手的。不会的，他一定想赚这2块钱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塞内加尔，我们现在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翻译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不是马克不见了，马克就站在后边了啊，但是翻译不见了，怎么不见了？我们来这儿之前，我们就找了几个翻译。在里边呢，我选了几个靠谱的，咱们得联系啊，因为我们毕竟拍视频还是希望能够深度挖掘文化的。无论从语言还是从人品，我们给筛一筛。结果搞笑的事情是，之前联系的还挺好。对，第一个翻译狮子大开口，要出了欧洲以上的价格，这也没法用。第二个，他刚才说联系的非常好啊，老板，我就等着你。哎，从摩洛哥到毛里塔尼亚，到前一天我们还联系呢，到第2天说哟。我这个护照啊过期了，我们说那你办吧，我们等着你。说我们办需要1个月，这个啊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然后就结束了。然后又找了一个人，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朋友，说这个横行吧，说这个靠谱啊，这个在中国待过6、7年啊，中国也不错。我们一打电话 ，OK， 没问题啊。然后说那约今天见面，今天7点见面，说我们一块儿聊一聊这个事儿啊，价格我都没谈，叫后谈啊，怕一谈跑了是吧？好，你们看现在几点了？8点43，又来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WhatsApp不回，各种不回，消失了。完了，我一问，说人当地就这习性。2个已经全部消失，所以咱们期待一下，我们在塞内加尔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到中文翻译？如果我们拍塞内加尔的视频没有翻译，你们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那我们就只能硬挺了，兄弟们啊！我身边的人，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地区的朋友们，很多人都阳了，包括家里人，他的家里人，我的家里人，我的爸妈，他爸妈的全都阳了。
所以呢，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发这个视频也想跟大家讲，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，放轻松。也希望大家不要害怕。现在奥密克戎的症状已经非常低了，也希望能够鼓励大家，这个根本就已经不是事儿了。也希望能够说大家啊，多喝水，多休息，我们共同的对抗病魔啊，早日康复，一起加油！加油！